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咱们说说昨天发生在东德城市马格德堡的一起非常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事件的主角呢是一位沙特阿拉伯人，他于2006年到德国申请难民，2016年获得难民身份。他目前呢是心理医生。昨天他租了一辆宝马汽车，冲进了人群，然后呢急速行驶了大概400多米。你们看，宝马车一般是比较大型的、比较重，对吧？然后呢，速度比较快，所以呢，当场死伤特别的严重。据德国不同媒体报道，至少呢死亡了5个人，200多人受伤，其中10多人重伤。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德国 T-Online 的消息说，至少有11人死亡。目前看来，这死亡人数肯定还会增加，就说不会在5个人，也许呢会超过10个人。我们拭目以待。这样发生在德国的恐怖袭击事件其实很多，这不是第一起，我相信呢也不是最后一起。我们回忆一下，过去几年发生了多少起类似的或者是同样的事件啊？2016年12月，也是在圣诞市场德国柏林，由伊斯兰国组织的，那个人驾驶卡车冲进人群，造成了12个人死亡，很多人受伤。去年2023年8月份，在科隆附近一个小城叫索林根，当地呢举行一场庆祝活动。那天，一名叙利亚籍的嫌疑人持刀砍人，造成了3人死亡，很多人受伤。同样是去年2023年6月份，在曼海姆有一场反对伊斯兰的集会，有一名阿富汗籍的嫌疑人持刀砍人，一名干预的警察被刺杀死亡了。还是去年2023年9月份，在巴伐利亚，一名27岁的叙利亚籍的嫌疑人，一名男子，也是呢涉嫌策划对德国士兵用砍刀袭击，他被捕了。我相信在德国现在几乎每天都会发生这种持刀砍人事件，只不过现在媒体呢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报道而已。朋友们，看咱们频道的朋友肯定知道我已经多次说过在德国我不再感到安全。现在的德国不再是30年前的德国，而且我不止一次跟大家说，现在我特别害怕去人员密集的地方，比如说火车站、步行街、市集，甚至超市等等，因为你不知道那些所谓的恐怖分子他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时段出现等等，对吧？就是时间、地点你都不知道，而且以什么方式袭击你也不知道。持刀是最容易的，因为在德国到处都可以买到这个刀，在超市都可以买到，还有在一些小店，而且不用实名制。所以呢，现在在德国真的我感到非常的不安全。但是很多时候你没办法，比如说我得吃饭呀，那你吃饭的话是不是要去超市采购，对吧？我要出行不可能每天都待在家里吧？你出行，那你要去坐火车、搭飞机，对不对？你要去这种人员密集的地方所以呢，每次我到这种人员密集的地方，不管是步行街也好、超市也好、火车站也好，我心里都非常非常的没有安全感，非常的担心。但是有的时候你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这种人员密集的地方去，没有办法。为什么德国还有欧洲会多次发生这样的恐怖袭击事件呢？这与过去数十年德国或者欧洲他们左派当道、圣母婊太多有非常大的关系。比如说2015年德国门户大开，对不对？接纳所有涌入德国所谓的难民，是所谓其实大部分不是难民，而是经济移民。德国属于发达的工业国家，又加上德国人的收入高，然后呢所谓福利也很多，所以呢对这些人来说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然后他们就假装成难民，纷纷融入德国。当时2015年恰巧发生了所谓的叙利亚内战，所以呢造成很多很多所谓难民，他们大部分都想往德国跑。当年默克尔门户大开，全部进来，全部进来。当时很多傻逼的德国人还打出横条，欢迎难民。现在他们现在傻逼了吧？现在后悔了，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所以导致了现在德国整个社会特别的撕裂，真的特别撕裂。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几年德国选择党，也就是德国主流社会还有德国主流媒体定性扣帽子给这个政党说是极右，他们极右势力啊，这个选择党它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而这次这个恐怖袭击事件，我相信呢，相当于又帮那个德国选择党助血，因为现在德国啊，它的大选提前了，而目前呢，正是选战白热化的阶段，所以发生这样的袭击事件，对选择党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然后对其他政党，特别是左派的政党，当然是不好的消息了。这起恐怖袭击事件有几个所谓的巧合，对选择党来说是有很大的助益作用的。肇事者这个凶手呢是阿拉伯人，具体说是沙特阿拉伯人，又是前穆斯林。据说他现在不想当穆斯林了，因为在他的国家他说会受到迫害，所以他跑到德国来申请难民。前穆斯林对吧？他反正也是穆斯林以前。然后这个人特别奇怪，他是挺以色列的，还有他又是难民，多重身份。而选择党他的一个纲领就是要驱赶在德国犯罪的外国人，在德国呢没有身份的外国人。像我这种虽然是外国人，但不是驱赶的对象。但是如果是整个德国的环境变了、恶化了，当然我作为外国人肯定是会受到某种可能迫害的啊。这个是后事咱们不说。这个肇事者呢，在 X 平台上有个账号，他账号呢发表一些非常矛盾的一些言论，比如说他是反穆斯林的，然后呢他又挺以色列，还有他又发表反德国宪法的言论，反德国国家的言论。他说德国呢迫害穆斯林妇女，你看这是不是比较矛盾呢？他虽然反穆斯林，但是呢同时他又反基督教的人。否则为什么在圣诞市场上他租一辆车，然后呢有意识的、有预谋的去谋杀驾着车，去碾压这些人、这些基督徒？所以发生这样的事件，特别符合德国选择党反对犯罪的外国人这种纲领，而且又发生在东德。而东德呢，德国选择党的选民特别多，一般有的可能会超过一半，或者3到4成左右。在西部呢，德国选择党的选民反而更少。那么这起恐怖袭击事件呢，无异于是火上浇油。如果不出意外，可能从现在17%、18%的那个支持率，可能会超过20%左右。因为从现在到德国大选只有2个月的时间了，像这样媒体可能报道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每到这个时候呢，德国的政客也会跳出来撒一点俄语眼泪。比如说，德国总理舒尔茨，他就在 X 平台上发表言论说啊，对发生在东德马格德堡圣诞市场的悲剧深表震惊。他说，从马格德堡传来的消息预示着最快的情况，我的心与受害者及家属同在。德国经济部长绿党籍的哈贝克也在 X 平台上发表他的言论，他也说，来自马格德堡的消息真是可怕。人们本想在和平和社区氛围中度过降临节，我与受害者及家人感同身受。也是不痛不痒的言论。8年前，德国政客也发表这样的言论，但是到现在没有任何改变。德国选民或者德国老百姓非常的愤怒，纷纷的吐槽，纷纷咒骂这些德国政客，说你们德国政客使用的是预制语言，也就是相当于模块式的语言，拿来就用。其中有一位德国老百姓这样说：“恶心的伪君子！社民党和绿党及其支持者对欧洲局势负有共同责任，甚至现实也无法让你们这些被蒙蔽眼的人睁开眼睛。这是一场悲剧，你们都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另外一个选民说：“你们绿党引诱这些石器时代的贝都因人作为所谓的熟练技工，大批涌入德国。”还有一位德国老百姓说：“你和你的同志们对我们德国的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后是你这样不痛不痒的模块式语言，等等等等。如果你看 X 平台上所有这个留言的言论，几乎都是在抨击德国政客、德国领导人的。
可见德国老百姓对德国的政治有多愤怒，对德国的政治有多失望。整个德国社会真的像一个火药桶一样，德国人非常的愤怒。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种西方式的选举制啊，德国政客还有西方政客是不用担责的，他就发表一些不痛不痒的言论，下次选举选不上台就拍拍屁股走人了，没有问责制，这是个最大的问题。我认为，过去几十年，在德国、在欧洲，左派当道，这是导致呢整个西方社会现在治安越来越差的原因。我认为是主要原因。以前最早的时候，应该是2019年，我就做过视频，我说啊，在欧洲今后呢，这个治安会越来越乱，会发生宗教战争。这不是危言耸听，而目前呢只是前戏而已。因为德国接纳的穆斯林越来越多，穆斯林的生育率比德国本国人更高，或者比基督教的人更高。那么长此以往，那人口的比例到某个时候会形成一个临界点，会超过它。如果西方式的选举制不做改变，那总有一天也许会选出一名穆斯林的，比如说德国总理，也就是德国国家领导人。目前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在英国已经发生了，英国伦敦它的市长就是一个穆斯林的，对不对？所以呢，今后呢这个宗教冲突、宗教战争，如果不做任何改变，政治上不做任何改变，不做限制，绝对会发生的。那么整个西方社会没有安全感，宗教战争、宗教冲突，综合人口素质可能会越来越下降，那个经济也会越来越差，对吧？加上中国崛起之后，全方位可以说在追赶、超越，比如说德国啊、法国啊这些老牌的工业国家，对他们的经济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因为中国的产品竞争力越来越强，那作为普通的，比如说商人来说，他们觉得进口中国的商品更有钱赚，那我就卖中国的东西，不卖德国的东西了。长此以往，德国的经济还有竞争力吗？西方的经济还有竞争力吗？这些都是西方，都是德国今后要面对的困境啊，问题。一个是经济下行，另外一个呢，宗教冲突增加，然后呢，失业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某些人，这个宗教的人，他们本来教育程度不高，那你怎么样在这个社会立足呢？没有工作，那最后呢会造成更多的混乱，对不对？你经济差了，整个国家的福利也维持不下去了，削减福利，最后导致的就是全社会大乱。这就是德国以及西方面临的困境，而且这个困境呢今后会越来越严重。另外还有一个啊，马斯克几年前把这个 X 把它买下来了，对吧？原来叫推特，后来他自己呢把它改成了 X。他这个人呢就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了，比如说他现在呢就明面的站出来介入德国的选举。比如说他最近就在 X 上发表这样的言论，他说只有德国选择党才能救德国。当然他说出这样的话之后，选择党肯定感到非常高兴，对吧？然后呢，选择党的党魁叫维德尔，他就专门发表视频感谢马斯克的力挺。那德国其他的党派就不干了，比如说德国基民盟啊、德国社民党啊等都不干了。他们就说啊，你这个马斯克赤裸裸的干涉德国的选举，影响德国的选举。但是目前来说，对他没有办法。所以马斯克发表这样的言论，只有德国选择党才能救德国，这对选择党又是加分项目啊。说到这个马斯克直接干涉德国的选举，我就想起了德国媒体还有德国政客双标。不仅是德国政客，而是欧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制定了这样的法案，起诉中国海外抖音版 TikTok， 说 TikTok 介入影响了罗马尼亚的总统选举，甚至呢宣布罗马尼亚总统选举无效，又要选一次。因为呢选出领导人是亲俄的，所以呢不符合西方，不符合欧洲的利益。但是现在你看，马斯克赤裸裸，可以这样说吧，赤裸裸的介入了德国的选举。那为什么德国不做一些什么呢？既然你可以起诉中国的 TikTok， 如果是一样的标准的话，是不是也应该起诉 X 呢？你们敢吗？所以呢，大家看到了吧？西方人、西方政客、西方媒体，他们是专门针对中国以及中国企业的。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是赤裸裸双标的啊。好，朋友们，今天呢就是咱们就在德国昨天发生的非常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给大家谈一谈，然后呢分析一下原因。最后呢，我想重复一次，像这样的恐怖袭击事件，在德国不是第一起，也绝对不是最后一起，今后还会发生，可能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另外，持刀砍人事件也同样会发生，只不过就看德国媒体报不报道而已。整个德国，整个西方真的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但是我们作为在西方生活的人，能够怎么样呢？如果是某天发生了，那只能自认倒霉了。平时呢，我奉劝大家，能少去人多的地方就少去，多待在家里，这是没办法的。说来说去啊，我真的非常羡慕在国内的人。目前看来，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可能就是中国了，或者还加上一个新加坡。其他地方我不认为呢比中国更安全。所以啊，我得说啊，你们生活在中国内地的人，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而我们在海外的人，在德国人，可以说我每次上街我都会提心吊胆，但是没有办法，这也是我自己的选择吧。好的，朋友们，这就是咱们今天的话题。你们有什么想法，请在下面留言啊。我们下期见，拜拜。